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断联中的他对于我们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呢？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牌。好，首先在验证牌地方，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死神牌。那看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你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看起来其实你们原本对于这段关系的期待度非常的高，甚至你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如果说要能够有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的这个想法总是一直都非常的稳固，或者说你会认为这个人呢是你能够托付终身，或是能够走得非常长远的一个对象，又或者是原本你人生中很多的蓝图，很多的计划都是有包含着他的存在。其实当初你原本在对说这个人的时候，虽然你当初在跟他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感觉，但是你的直觉又告诉你说，好像这个人又不太适合，或者说你当初蛮犹豫，究竟是不是真的要跟这个人有一个更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要有更多的进展的这个想法。所以原本的你本来就对说这段关系是抱持着一个有比较多一点警戒心，或者是说比较多不太愿意，或者说有点不太敢去相信的这个一个想法。但是在随着你们日渐相处，或者说随着你们俩之间越来越熟悉，或是当你越来越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你又会认为其实好像这个人并不如同你心中所想的，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有他的理由跟他的原因，所以你能够去理解，能够去谅解。那第3个可能性就表示说你因为爱上他，喜欢上他，所以呢你能够去体贴，或者说你能够去包容他，你能够去了解他，你能够去理解他，能够包容他的一切，就算你知道他可能真的哪里不好。那第4个就是你认为你能够去改变他，你能够因为你的努力，因为你的付出，能够去改变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他的一些的行为，或者是说他一些可能在态度上面比较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他在对于说他的关系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友善的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你本来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你确实本来就是有抱持着一种警戒心的状态，但是因为在可能相处久了，或者是说在你们俩之间互动越来越多了，所以你开始逐渐的放下了你的警戒心，放下了你的这样的心态，所以呢你也开始逐渐的走向了那个人。可是却也没想到说，当你选择走向他之后，却是你另外一个无法去想象，或者你不太愿意去接受，或者说你不太想要去发生的很多事情一直接踵而来，或者是说总是有许多的状况是颠覆了你原本的观点，颠覆了你原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所以呢，你本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从原本的开心，然后快乐，或者是原本的幸福，原本的期许，开始逐渐的凋零，逐渐的没有。你后面呢，你发现到你不仅越来越不认识他之外，你也越来越不了解你自己，或者说你越来越没办法去原谅你当初怎么会愿意去相信这个人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来看一下为大家抽到的第2张。好，那第2张的话，我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3。好，那钱币3呢，就意味着说，看来你们在对于说
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这个想法的话，有一部分就是你们可能还是一个公司的同事，所以你也不得不跟对方有一些互动，或者你还是必须跟对方有一些的来往，或者还是必须要跟对方你没办法去逃避一些你们必须要见面的一个场合跟状况。那如果说你们是现实生活中，然后也没有任何交集，也不是在同个公司的人的话，那会表示你其实心里面呢，还蛮常会一直不断去想到你们过往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各种的点点滴滴。就算你这个人真的没有在你身边，或者说就算你真的也没有办法很常见到这个人，甚至你可能也失去了这个人的任何的联系，但是却会因为你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已经有感情了，或者是说你们的生活圈曾经很重叠，所以你现在没办法完全跳脱原本的生活圈，所以你会一直睹物思人，或者说会一直触景伤情，会一直没有办法去放下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里面的一个思念。那第三种解释的话，就是有可能在你们俩之间的应该说对于你来说，你可能会认为对方现在身边可能有其他的对象，或者说可能有其他稳定的生活的状况，就是好像没有你也没有差，就是说你在对于说这个人想法会认为，其实就算真的已经断联了，他一定也过得很好，或者是说他的状况本来也没有到需要太多的担心跟担忧，所以呢，你在对于这个人或者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的话，也通常都是抱持着一种好像对方没有了我也没有差，但是唯一在于你的身上的话，是你必须要去习惯没有这个人的这个状态，或者说这个过程这个程度。其实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还没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的那种依赖的感觉，还有你们自己本身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你们已经熟悉了对方曾经存在的这个事实，你们现在还虽然已经能够去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对方真的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了，但是你们还是会经常的不断想到这个人。不过通常你们想起来都是一种抱持着祝福的想法，或者是说是抱持着一种他应该过得还不错吧，你们比较没有去诅咒他的意思。对，大部分的人那有没有诅咒的话就看个人，这也没有差，随便，因为谁知道他是做了什么很坏的事情。那反正就是在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本身这段关系是已经断联了，但是你们还是经常会容易想起这个人，或者是说会容易有跟他相关的东西出现，那你们就去想起这段关系。所以看来事物选到这个你们的情本身是真的还蛮重的，或者是说在对于这段关系的话，真的有很多你们个人的期许的存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可是看起来是有点像说你们在对说这个人的祝福，所以才让他生活越来越好，也算是一种你们给予他的宇宙的力量，你们就是他的小宇宙。好，然后在我们抽到的是这个节制。对，不是审判呢，英文不好，不会翻译。好，审判呢，好，那句话就表示说，其实当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对于你来说，你们心里面还是期待着有转变的机会，或者是说有转变的想法。那转变想法可能会分几种，第一个是会希望对方可以回来。那无论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你们曾经遇过什么样的事情，你们都愿意去包容对方的各种他曾经所对你们做不好的事情，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就是说，有可能这一组的你们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或者说在对于这个人的话，你们会认为说他回来也没关系，他回来可以，然后在曾经断联这段过程里面，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你们都愿意去包容他，你们都愿意去接纳他，你们可以愿意不过问，就是你们有点像是说委曲求全的意思。好，那第三种解释呢，就是说你们现在会想要过你们新的生活，会觉得他回来随便了，那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这段关系就算了。对，然后第四种解释就是你们会希望对方永远都不要回来，因为或许现在你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过了很稳定了，或者说已经过了你们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终于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在意，你们是比较能够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那他要不要回来？你们会希望说他最好不要回来。这是第四种解释，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回来反而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或者说会影响到你们在对说自己现在生活中的一个步调。
那他不回来的话，你反而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会认为说关系结束就是结束了，那重新开始就是彼此之间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对，那就是在关于说这基本上会是这4种解释。就是说在对于这组的你们来说，可能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所以验证牌的资讯会稍微有一点多，就是你们摄取比较几个是对你们来说是有符合到你们的。因为看其实这组的你们的话，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有的人呢是有点蛮有留恋的，有的人就还好，有人就是已经完全基本上有点就是想对方回来，但是又会认为他回来了，其实状态不会改变，那不如不要回来，反而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就大概会分这3种的心中的这个状态。那第3种可能会有点小复杂的感觉，但是洋洋相信你如果说是属于那一种人的话，你应该很清楚为什么不想让他回来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现实无法改变，因为你可能也可能心已经死了，心也碎了，那人心就是一旦碎了之后就再也无法去弥补跟挽救，就算挽救还是多少会有一点伤疤存在。好，那这边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一个看法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断联中的关系对于他来说，他心里面又是怎么想的。好，那我们来为大家抽牌。好，也要为大家抽的第1张牌是权杖7。好，那权杖7的话呢，我们或许也会比较回归到原本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曾经你们有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吵架、不愉快，或者是2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没有一个共识，或者是说比较难一起去解决，比较难一起去面对，或者是比较难以有可以改变的这个机会。因为如果说当出现权杖7的话，看起来其实会比较倾向于说是2人之间会因为第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因素考量，那不得不去选择去放弃掉这段关系。那第2个就是2人之间其实在关系之中的性格想法上面其实有比较多不合的地方。然后第3个的话，就有可能2人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对说未来的期待，关系的期待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当2人之间都选择去各持己见，不太愿意去妥协的时候，那一定会变成是两败俱伤。所以本身这个人在对说你们2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真的要走下一步，或者是说真的要不要有一个未来的这个想法的话，本身对于他来说就会是一件比较没有那么想要去讨论，或者是说比较不愿意去想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也不太打算想要去面对于这段关系未来的一个想法。那本身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认为其实2个人之间的差距是真的还蛮大的，或者是说2个人之间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所期待所想要的这个想法也会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当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跟状况之后，就很难愿意去继续的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那如果说当出现这一张的权杖7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你依然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情感上的基础，或者是说还是有一定程度上情感上面的期待，或是对于这段关系里面他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依赖的感觉。可是就因为考量到你们过往相处里面确实是真的有发生了很多，或是有让他真的难以去忘怀的事情，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的那些没办法跨越那些的困难跟难关，或心里面的因素，所以导致于说让他也觉得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只能是以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
来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跟方式。所以你要说对方会不会想要回到你们身边这件事情的话，也会认为如果说出现权杖七本身这张牌，他的这个意愿的程度呢，想法上呢会比较会因为受到行动上面的影响而去降低了。那他行动上面就是没有嘛，可是他的意愿可能本来是有的，所以或许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他的行动的部分去影响到这段关系之中的他想回来这个意愿，或者说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这个期许。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第一张的这个补充牌，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好，那当出现钱币骑士的话呢，会像是说对于这段关系之中两个之间的未来的发展的话，会比较倾向于说比较没有，也就是说对于说这段关系，其实这个人他现在会是很专注在于他自己个人的生活，或者是说他现在目前的生活的就是他目前的生活的状况、生活的情况，会没有那么的想要去积极的在对说这段关系一个更努力，或者说想要复合的这个想法。那当以断联的状况来说的话，本身你们可能会希望说，对方会有复合的机会，或者说想要回来找你们这个想法。如果说当出现钱币骑士的话，这个几率是非常的低的，因为他是以他现在目前的生活为主，然后是以他目前的生活状况为最主要，然后他对说要回到过往的关系里面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来看的话，是非常的低。或许会有人会比较推敲说，这个人他的个性可能是属于比较务实的，或者是说面对情感的部分，就是觉得就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就不会那么的拘泥，或者说不会那么的专注在说自己所失去的一切，或者是说自己所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那已经失去了关系，他就会认为说，既然会结束，那一定有它的原因跟它的理由。那如果说这个原因跟理由是没有办法被解决，或者是说这个原因跟理由是没有办法获得改善的话，那本身对于他来说，要能够去重回到这一段关系中的这个想法的几率就会非常的低，也会不太愿意去想到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就是说以在对于他来看的话，有可能目前他生活中的经济状况是稳定的，或者说他的生活的步调是稳定的，或者是他的人际关系之中是稳定的，或者是他目前的生活是不太需要让他去有太多烦恼的地方。那当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能够在自己的掌握跟掌控之中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太去想要纠结，或者是想要去回到原本过往的关系里面。所以不晓得说是不是当初在你们认识的那段期间，他生活状况是一直都在浮动，或者说不太好，或者说比较忙碌，或者是比较多的意外的状况，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在对说自己的生活本来就会有现在目前他比较处于在一个喜欢现在目前生活中的步调的情况。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面上是看不出来他到底现在生活状况是如何，不过看起来是这个人在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他会稍微倾向于是一种没有那么的期待没有那么期待想要去找你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好，然后在我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七，看起来有点像钱币九的感觉。好，那如果说是出现这一张钱币七的话，就表示其实现在他就真的很专注于说他自己个人目前的生活的状况。那曾经你们之间的断联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他的任何的感受，不得不说是他已经把它放到一边了。简单讲是忘记。
然后就是已经有别的关系，或者说别的感情、别的事情能够去填补他脑海里面各种孤单的，或者是说各种不好的事情。那杨现在看到这张钱币七蛮特别，就是他的脑袋上面有一个类似像什么音乐盒吗？那种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认真看这边的有没有钱币七。脑袋开花了嘛哈，好，那边脑袋开花这个人呢，看起来就表示说，以他的角度来说，会在可能目前他现在身边真的有一个人需要让他去忙碌，或者说让他去在意。那这个人的话，并不一定是对象啊，有时候可能是指家人，或是朋友，或者说他可能比较重要的专案，或者说他的工作，或者是说某一个客户。现在他呢，他的专注力都在他的个人的事情上面，比较没有在想到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如果有，他的心里面会是抗拒的，会是排斥的，因为我们搭配的是权杖七，那就表示说他在对于如果说真的想到你们过往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的这个排斥的感觉是在于说，因为他的过往真的跟你相处里面一定有一些的摩擦，有一些的争执，所以导致于说让他是没有办法去专心做他自己的事情，或者是说如果说他要去顾及到或者说顾虑到你们的感受，或者说要去重回到这段关系的话，是不是会去势必影响到目前现在他的生活的状况，或者是必须要他去改变他目前生活中所有他所习惯的人事物，或者说他所习惯的生活中在工作上的情形，或者说在生活上的状况，或者说他习惯也必须要去做改变。可是他这个人呢，因为你看哦，这两张的钱币都把这个钱币把握在手里面，都不愿意去放开，不愿意去放下，就算它再怎么沉重，再怎么的难把握，因为它圆形嘛，它是一个非常难以去掌握的东西，比较不好实力嘛。那当他想要努力去实力把它抓住的时候，就表示他自己有他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意见，或者说他自己有自己生活中的习惯、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意轻易的去妥协，不愿意轻易的去放下，不愿意那么轻易的去改变他自己。他宁可呢，在他自己所习惯的事情，然后在你自己的这个人身上，他在这两个权衡之中，他宁可选择是对于说他自己来讲是一个所习惯的、所想要拥有的、所不太愿意去放下的。所以说到底，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的，以他的角度来说，他更爱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你这个人，也不是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觉得有所亏欠。以台面上的话，会比较倾向于说，就是他这个人真的会在对说你们俩这段关系里面，无论你曾经为这个人到底做的有多好、有多棒，你为这个人你付出到底有多么的失去了你自己的东西，但是他终究还是会以他自己个人的感受，以他个人的当下状况为主，所以有可能当初你为这个你做有多棒有多好，那如果说在最后你们大吵一架，他会推翻掉你所有曾经所付出的任何的努力，你曾经所做的任何的付出，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是比较自私，或者说是比较有点不通达情理的一个人。对，那不晓得说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星座呢？对不对？我们先继续往下看，究竟这个人他到底现在又是如何想着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因为看来这个人他在对说这段关系，基本上如果说我们是以第一个步骤来看的话，他没有想的那么多，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生活状况为最主要的这个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命运之轮。好，命运之轮，如果说我们当在出现这一张牌的话，好，那就表示说，在对于应该说对于他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主轴牌的第2张，所以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他会认为其实两之间在分开了这一段期间之后，会反而比较知道自己的人生到底要什么，或者说反而会比较知道什么样生活是适合彼此，什么样的感情的状态才是彼此所想要的。那感情状态包含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然后我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然后我想要过着什么样的情感的生活，或者是我觉得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才是我要的，或是什么样的相处的过程，什么样的相遇的过程才是我所想要的。所以呢，如果说当出现命运转，虽然本身呢它个牌上意的话，代表是好的，可是因为我们是把它归类在一个他在对说你们情感中的断联的想法嘛，所以表示说以他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许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果说在断联的这段过程里面，两之间都有所成长的话，那当再一次的相遇，也会认为这是好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两之间再次相遇的时候是能够重新的认识彼此。那第2种解释，或许他会认为两个之间分开是对的，那没有就是说后续没有再有任何的结果，或者说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恢复联系的这样一个状况，也是对于双方来说会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这个机会。那究竟要不要再次的联系，要不要再次的相遇，再一次的有所来往的话，全凭命运的安排。他不会为了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为了你想要重新回去找你们，或者是说对你们哭天喊地啊，然后想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没有，他就是单纯会认为，这段关系如果说维持在现在这样的状况，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然后两之间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许是一个让彼此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好的空间，很好的机缘，但是对于他来说，也不会完全想去否定掉曾经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存在。他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的出现呢，势必是也是为了让两之间能够去意识到什么样的东西对于自己来说是最好。所以本身这个人呢，看是真的蛮及时行乐，然后也是蛮活在当下，也是蛮活在自己所认知的这个世界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这边抽到的是宝剑9。好，那这样出现宝剑9的话，就表示说，对于他来说，你看哦，他原本是10的数字嘛，然后现在到9的地方，所以呢，他原本其他心里面想法是他蛮挣扎，然后也会认为这样的决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说两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还是说是不是会不会做出一个不好的决定。所以他原本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走到这样的局面的话，他其实考虑了很久，然后也挣扎了很久，然后其实在他中间的过程里面呢，他其实曾经也一定真的很想要去回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也很想要去重回过往，想要再一次的跟你们有所互动，有所联系。但是每当他想到舍不得你们的时候，他又想到我要改变我的生活吗？然后又想到曾经这段关系里面有带给他很多不好的感觉，很多不好的感受，那我还要再回去吗？就是每当他想要去改变他对于你的态度，或者说对于说这段关系的不一样的相处的方式，或者说不一样的结果，或想要去挽回的时候，又想到这些的种种，反而那些的种种，那些的相处，成为他现在想要去找你们的这个最大的绊脚石，成为他想要去跟你们有所互动里面，让他比较难以去改变，或者说比较难以去跨越的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机会。对，那现在他的话，其实也可以算是说，当他真的遇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他会去想到说，是不是我曾经对了你这样做不好的
个方式，或者是说一个不好行为，所以导致说现在的我有这样的一个报应。或者是说当他真的很悲伤难过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陪伴他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人生中过往的种种有很多的忏悔，或者说会去那个时候又想到特别多，然后就反而对你们也会有这种怜悯的感觉。他怜悯你们，但他也同时是在对于说自己各种的行为有向他的信仰做忏悔。那如果说他是无神论的话，就表示他会觉得自己好像曾经真的或许不应该怎么做。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跨越不过去的终究是他的心魔。其实他有意识到是他的心魔的原因，导致于说让你们这段关系现在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或者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他因为心魔总是伴随着他，所以反而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走，或者说让他反而真的没有办法去诚实的面对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之中。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那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三。那当我们出现权杖三这张牌的话，就意味着其实在这个人的话，他确实曾经呢是有考虑过是不是要真的去找你们，还是说想要重新回到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想要捎给你们一些的讯息，或是要给予一些关于你们他个人的资讯。不过因为权杖三他只是在一个犹豫观望的一个态度，或者说他并没有实际上付出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所以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本身对他来讲的话，他本来呢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在意跟在乎，所以他才会一直总是在犹豫不决，或者说没办法下定决心，因为他还是比较重视是他目前的生活的状况，或者是说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他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一个坚持，或者是说他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用另外一种方式面对或者说处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以他来说，他也会不太会想要就是他的这个恐惧的话，其实有点像是说固步自封，就是他也是会担心说，如果说他真的要去做改变，或者说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他自己的地方要去做调整，或者是他自己也有必须要去面对的困难，或者说面对于自己所必须要去承受的改变的地方，但他自己本身也不太想要去做这方面的改变，然后或者是说去承受他自己必须要去做调整的生活中的步调的方式，或者是说自己生活中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些的困难跟挑战。所以当他在面对说自己所必须要去改变的人事物当中，他宁可选择是以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舒服舒适，或者是说是对他来说比较不太需要去去调整自己心态的地方，所以他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让他感觉最安逸、最舒适的方式来去过好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说当有一天你们真的回来去找他，或者说当你们主动去找他的话，他会希望是在他一个万全准备的状况之下，再也去重新面对到你们，或者是说当他真的再次跟你们相遇，或者说当你们再次恢复联络的时候，他也希望你不要逼他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或者是说逼他必须要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抉择，因为他确实还是会先以他自己目前个人的状况为最主要的考量之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关于第三个的部分。第三个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牌是圣杯十。那圣杯十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曾经过往的相处的种种，其实对他来讲算是一个，他也不太会想要去抹灭，
或者是说他其实曾经也是真的非常重视着你们两人之间的过往的一切，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他虽然现在是以他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况为主，或者是说他现在心里面确实有很多他不想要去面对，并不想要去改变，或者是不太愿意去为了你这个人所做任何负责任的想法，但是他心里面依然会把你们曾经所相处的过往任何的点点滴滴，或者是你为了他所做的任何一切，他都放在心里面感受着，然后也感谢着你们曾经所为他做的。但是他会把对于你们这份的感谢跟不想，应该说也不太会去否定曾经过往的这些一切，他只是会把它放在心里面的最深处，他并不会想要再重新找你们，他会把这一份的感谢跟这一段关系中的这个动力放在他未来的下一段感情之中，或者说下一个他想要去对待的那个人身上。他在你们身上确实有学习到如何去对待于自己所在意的人，或者说自己所在意一段的关系，自己所想要的一段的感情，但是他再怎么在意，再怎么去面对，还是会依然呢认为自己必须要把自己给顾好，或者是说自己去为了自己的下一段关系去做更多的负责任，或者是说为了自己的下一段关系去做更多努力的事情，就是把曾经在你们身上这边所学习到的任何的精神，然后对你们的感觉去对待下一个人。好，听起来有点杂哈，但是也不得不说，其实这个人他原本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确实很认真的对待你们，他曾经有认真过。曾经哦，但并不代表是现在，或是也不代表是未来，他一定会这么做。就是说，以他目前的状况来说，他会觉得曾经自己是有很认真的对待于你们。那无论说在曾经你们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但是那些的事情都是已经过去了，他也不会再回头，他也不太会想要再去做任何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跟行为。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我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国王。那当出现权杖国王的话，就表示其实在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想要为他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负责任，或者说为他自己目前的生活中他觉得所必须要去对待的人事物而负责。所以他这个人会反而说，从你身上是学习到他也必须要为他的幸福负责任，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更加的努力跟把握。然后为了自己的未来呢，他想要去有更多的改变他自己，或者说想要去做更多他觉得去值得去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会反而因为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渐渐的逐渐的意识到，其实他可能曾经的自己是真的不是那么负责任的一个人，或者说在对说自己所渴望的那一段的生活，说自己的感情是真的缺乏许多的行动力跟许多他也觉得必须要去改变的地方。那在遇到了你之后，或者说失去了你之后，他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行为，或者说自己确实有很多的这些的地方是需要去做调整，或者说让自己变得更好，才有办法跟你一样拥有属于自己幸福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说属于自己幸福中所必须要去承担的这些责任的这个心态跟这些想法。所以也可以是说，因为从你们身上真的学习到他认为必须要去学习到的一个精神，然后去重新塑造他自己，其实也可以算是说你们是他们生活或是说他们生命中的贵人，所以他才会心里面总是会抱持着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感谢，或者说对说你们这段关系，对说你的这个人他确实有珍惜他曾经所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不偏不倚，就是现在你们的这段关系，你们是已经分开了，是没有任何的联络了，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了，所以会变成是他现在还是会以他自己的生活中为主。所以看我这边出现是国王牌嘛，所以也是等同于说其他自己还是会比较是算是有一种比较是固执的这个想法，然后为了他自己的认知而去做这方面的选择，就也不太会去顾虑到或者说顾及到你的任何的感受。那这些感受的话，因为你已经不是在他身边的人，他会先以他现在身边的人所对他的看法，或者说所对他的要求，所对他的那些
的希望他会尽可能去满足那些人，尽可能去为那些人好，但是并不会想要去顾及到你，也不会顾虑到你，那也不会去考量到关于你们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其实这个人他算是有一种活在当下的感觉，然后这个人真的蛮务实，因为务实的人他对于说已经失去的一段关系，他本来就不会有太多的想法，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期待，因为他们就是会以自己所看得到的、所摸得到的、所感受得到的为最主要。所以已经失去了，已经没有联络的一切，就不会有想要去执行的部分。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九。那圣杯九呢，就意味其实这个人他真的是以他自己为主嘛，然后他就是他满意他现在生活的状况。好，那我们就是给会员讯息，就是说这个人他到底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对象？因为其实这边看起来就是这个人他。应该是说要看这个人到底生活重心在哪里，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他现在蛮对于说自己的生活，现在目前的步调、自己的方式，他是满意的，他是满足的，然后他也不太想要去改变，不太想要去变动，他对于现在目前的生活他是喜欢的，所以目前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这个人回到你们身边，或者说主动来找你们的话，洋洋不得不说，他没有想这么做。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现在目前的生活为主，他还是会想以自己现在目前他所能够把握到的一切，自己所能够掌握好的东西为最主要。然后现在他的话应该算是说生活真的过得是蛮安稳的，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动，或者是说他已经找到他人生觉得他最主要的应该说他一直都想要的那个方向，或者说他很享受他目前生活中的这个当下这个状况，所以会让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精神跟精力想要去重新的回到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或者说想要重新的去面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这个曾经的过往的种种，所以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已经没有再花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件事情，他是会先以他自己的本身目前的生活中的为主。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对于说给予你们的这方面的讯息。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以上讯息是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的话，记得去看一下完整版的内容，里面会再提到关于说你心中所想这个人呢，他目前生活重心到底在哪里？看是不是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对象，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在他的工作之中，还是说什么其他必须要忙的地方。好，那这样的话，以上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的话，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圣杯王牌。好，那圣杯王牌呢，洋洋先以最简单普通的意思来说，就表示虽然这段关系是已经断联了，或者是说可能比较没有联络了，或者说比较少联系了，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是依然非常的有机会，是还有可能的，或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得到对方的回复，或者说对方他会带着满满诚意回来找你们。那通常这种的，你们如果是属于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呢，你们或许是可能有抽过占卜师有确认过了，或者说你们有求神问卜过了，或者说你们可能有向你们信仰祈祷过了，就是等等各种，就是你们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有相当一定高度的程度的期待，会认为这段关系是很有机会有一个就是重生的机会。对，洋洋有点忘记这个词汇怎么讲了，反正就只能讲重生。好，那第二种解释，洋洋会比较偏向于事实，应该说比较偏向于说现实的讲法，就是或许对我们来说，这段关系的重生是你们在对于说爱情里面，你们个人的想法的重新的思考，愿意去重新的接受跟他不一样的人。好，简单讲呢，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可能也知道
这段关系有点不太可能了，或者说对方回来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接受他？你还要不要接受这段关系？你要该怎么面对他？这是你心里面很多的问号，很多的想法跟很多的疑惑。对，那对于你来说，因为已经可能断了一段时间了，那你可能心态也调整好了，你也准备好你想要投入一段新的关系，或者说投入一段感情，或者是现在你们非常想谈一段感情，想要有一个人陪伴。那对我们来说，只要有人，应该说只要是能够你的正缘，能够去让你感受到爱的幸福，或者说爱的存在的那个人的话，就算不是他，你也愿意去接受。所以第二种解释，我会比较偏向于说，你们现在呢是因为断联了之后，反而去用一种更加中立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关系。那现在的你们的心态是比较能够去放下在对于那个人的执着，但是你们却仍然的还是想要谈一段感情，所以你们很期待新的人赶快出现，或者说你们可以投入到新的关系里面。那如果说投入到新的关系里面，就看你们现在身边是有没有人的这个状态。那其实看圣杯王牌的话，就是心里面有个底，不一定有人，但一定对说情感会有一定程度把握，会认为，我好像其实要实惠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啊，或者说现在身边是有人可以让我选之类的。对，好，那第三种解释呢，就表示你们是抱持着一个对于说对方祝福的心态，你会认为，他过得好也没关系，他有新的对象也 OK， 或者是他对于我们就是对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执着了，没有那么在意了，或者说也不太喜欢你，但是他能够把自己生活过得很好，有人可以陪伴他，有的人是能够帮助得到他，或者是有人能够在他生病需要的时候是能够替代你的角色，取代你的位置去对他好，你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比较一种慈悲大爱的想法。对，因为杨还是比较偏向于说，爱情里面呢，如果说真的爱对方，一定会有占有欲的感觉，比较不会这么的慈悲大爱，所以杨会把它形容为，如果说你们是第三种解释的话，你们真的很慈悲，对，就只能用慈悲来形容，真的人太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的话，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呢，就意味着说，目前的你们会比较倾向于自己不要那么容易的拘泥，或者是说不要那么执着在这一段会带给你们伤害，或者是说让你们感受到很寂寞。也就是说，你们会希望自己可以从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所感受到，或者说你们一直总是会陷入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痴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会希望呢自己能够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新的方式来去看待于你们两个人双方之间的这一段的回忆，或者是说这一段的感情。也就是说，你们本来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就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曾经对说这个你们真的付出了非常的多，然后你们也为了对方做出非常多的事情，也希望呢可以帮助对方变得更好，或者是能够给予对方带来更多幸福的感觉。就是说你们本来在对说这段关系就已经规划好你们彼此之间的未来，甚至你们也很积极的想要去为对方做任何能够去帮助到彼此之间这段关系中长久的任何的事情，但是却又因为对方的很多的行为，或者说他个人的情绪走不出来，或者是说他个人的思绪是比较负面的，比较混乱的，所以呢又让这段关系反而开始后面变得越来越不好，或者是说你发现到对方越来越不像是你当初所熟悉的、所认识的，或者是说曾经所期待的那个样子。对于说这段关系呢，因为或许也是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真的有点太冷漠了，或者是说真的也去伤害到了你的心，或者是也真的让你感觉到自己好像就是真的是被他给抛弃，让你们觉得非常的不爽。所以呢，你们也逐渐的用一种
理智的方式、理智的心态去看待与彼此双方之间这个关系中的这个状态。所以就算你们之间现在已经断联了，你们反而第一个是你们还是一定会有一定程度上想要知道对方的状态，然后想要知道对方到底过得好不好。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们会希望说自己可以从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那个执着的点走出来。不过看起来有部分人大部分人可能都走不出来，看起来就是你们的情绪一直在那个漩涡之中，其实你们也觉得很痛苦，但是你们想办法要找很多的方式让你们从这个情绪的漩涡之中走出来，但是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就是说你们会觉得你们能够做的努力都已经做了，或者说你们能够找的方法你们也都试了，可是就是终究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就是说远离这段关系，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一个状态中走出来，就是你们有点算是说一直以来被你们的心给绑架了。来看一下第3张。好，第3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3。那看书选到这组的你们呢，这段关系里面对你们来讲，那个心痛还有在。然后那些阴影呢，还是影响到着你们现在的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对说这段关系，你们其实当听到对方的名字，或者说知道对方的事情，或者是说看到跟对方相关的东西，你们还是会心里面揪一下，或者说对说这段关系还是没办法去放下。那有一部分人或许是你们是属于那种比较波浪型的，一下放下，一下又想起来，一下放下，一下又想起来。那通常如果说是波浪型的这种人的话呢，表示你们是已经正在学习，就是说可能这段关系刚开始结束没有很久，所以你们还正在学习当中，就是如何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里面已经不可能的那个想法，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执着。那以大部分来说的整体方向来看的话，本身选到这组的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如果说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或者说看到这个人的字，他的名字的话，你们心里面会有揪一下那种心痛被针扎到的感觉一样，会有点像被闪电打到一样，有点痛一下，但是又会去认知自己说，其实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不管你再怎么执着，其实也都没有用。所以你们其实现在反而是处于在一个很努力去学习，或者说很努力的去放下这段关系，或者说很努力的让自己重新去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自己任何的伤痛的感觉，或者说任何让自己感受到非常不好的那样的回忆。那当然这些伤害的话，很明显就是都一直还停留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现在你们有一部分的人的应该看起来就是蛮害怕谈感情，或者说蛮害怕遇到跟他类似的人。所以当如果说有类似的人，或者说那样性格的人跟你很好的话，你们反而会跟他保持距离，或者说你们现在仿佛好像就有点就是对于说那样子类型的人，你们就会有点贴上标签的感觉。那但也是因为你曾经被这样的一个对象给伤害。好，然后再就有一部分你们或许会认为对方也很在意着你们，也很在意着这段关系，那你们也感同身受，你们也是一样。对，那你们怎么知道？洋洋是不太确定了。对，洋洋是要偏向说是你们自己本身。那当然有的人是会觉得对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就会觉得说，其实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有很多需要再去做面对的东西，那你们还在等待这个机会。好，那这就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是属于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你们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这边来看到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断联中的他是如何想着你们目前已经没有再联络，或者是说比较少联络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那第1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6。那钱币的话，洋洋这边可能会分几种解释。那首先第一种的话，是以他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是认为现在目前的2个人关系的状态的话，是先想要各自安好，先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先各自不要打扰着彼此，会觉得现在生活中的这个状况的话，才是在一个两人之间觉得最平衡，或者说比较不会有争执，比较不会有争吵，或者是比较不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这个想法。那如果说当钱币六的话，洋洋会比较倾向于说，或许现在这个人本身对待于你的感觉或者是心态，会比较把你视为在一个朋友的这个阶段，或者是说是一个所认识的人。我们先不管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过，还是说有没有高度暧昧过，那只是以他的角度来说，现在你们俩之间的定位呢，就是在于说，先让两个人之间各自的平衡下来，先让两人之间各自的先放松，然后先不要那么的把情绪专注在这一段的关系里面。可是因为钱币六，洋洋会认为，其实对方要回来找你的几率是有一定程度的，就是比较不会像第一组一样，对方就不会来找你。但是第二组的话，应该是等到时间到了，对方应该还是会回来找你们，而且他应该若无其事的回来找你们，好像你们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发生过，或者说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在意的程度。那第二种呢，解释洋洋会认为说，比较是现实主义啦，就是说他会认为现在这段关系会走到这样的局面，你也清楚，你也明白，那你难受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去面对，或者说你就是活该。就是刚刚看到这张牌，第一个直觉是对方认为，就是这个第二种解释就是有点不太好，就对方会认为现在这种关系或走到现在这种局面，如果说你很难受，是你活该，是你本来是你造成这段关系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们先不管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什么样的状况，那看来就是本身这个面对于这段关系，他应该是有让你知道他的地雷是什么，他对于说哪些地方是他不喜欢的，或者说他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对你来讲的话，可能是你觉得还好，或者说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意这样的一个这么小的细节，或者说这个点上不应该是他要去计较的。那你们可能本来就抱持的想法是随遇而安啊，随缘啊，或者是会希望他不要再去想那么多，就殊不知其他这个人真的想的还蛮多的，所以呢导致说让他会对说你们俩之间目前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就会是处于在一个双方之间都是必须要去接受目前现在关系中的状态，就算你再怎么不爽，或者就算你再怎么样不愿意去接受关系中目前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去迎接面对说关系里面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你们抽到的第二张。第二张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10，哇，你们是抽到钱币耶。好，首先如果说当我们又同样的抽到钱币牌的话，会比较倾向说，可能你们这段关系，可能第一个是认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二就是两之间已经非常习惯了彼此的性格。性格还有习惯以及思考的逻辑的方式，还有相处的方式。然后第三个的话，就表示可能这段关系中的你们，或许有可能是在相同的工作的环境，或者说跟就是商业合约，对，是有关的，把这两个词就是牵在一起了。就说你们俩之间其实会比较多是有一种现实层面中的因素来去绑住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如果说我们先撇除掉这些一切的话，本身他在对说这段关系这种想法，就是其实对方就算你们俩之间真的已经没有联络了，没有联系了，断联了，那不管断联了多久，本身这个人他想起你们频率是相当的高。那明明这边没有出现圣杯，也没有出现宝剑，为什么洋洋会说他想起的频率相当的高呢？因为我们前面抽到了钱币6嘛，然后这边抽到钱币10，所以表示其实这个人他在对于说你们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这个相处的话，是存在着一种，第一个是习惯，然后第二个就是生活中的模式是有那种潜移默化的，然后第三就是两之间的回忆跟记忆是有掺杂非常的多。
所以呢，因为在综合这3个以上，所以其实这个人当他想起的时候是没有情感的，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是一种我曾经跟这人相处过，我就是很习惯这个人待在我身边。只是那当然，如果说两件断联很久，或者说可能刚断联，他想起的时候，确实刚开始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可是，一旦时间越来越长，他不断去体验或者说体会到这种空虚感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是那种比较可能跟第一组一样是属于比较务实型的人，所以呢，这种空虚感他会习惯。然后他比较不会一直陷在那个漩涡当中，或者说他也比较不会一直让自己把自己的情绪陷在那种的泥沼里面，不会一直陷在里面，然后都一直出不来。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算是蛮习惯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的模式跟方式，所以他顶多失去了你之后，只是觉得我好像生活中少了什么，或者我生活中失去了什么，并不会因为没有了你，然后或者说没有跟你互动，或者说没有了你的联系，就好像生活中少了很重要的一环。他可能觉得只是少了一部分的零件，但没有到说没有失去你没有办法运作。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的讯息。好，那下一张讯息网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6。好，那如果说当我们出现宝剑6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呢，在对于说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以他的角度来说，就刚刚前面提到的嘛，你们在他生活中里面只是占了一个部分，那但这部分的话，确实不会因为失去了你们而感受到有任何的觉得生活中应该还是会不适应啦，然后或者是说还是会觉得少一个习惯，但是并不会到完全占据了他的内心。所以就提到的是说，这个人他会去习惯没有你的生活，他会能够去放下对说没有你生活中的一个执着。应该说他没有执着过，他只是会认为说两之间会走到这个地步，走到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可预见的，也是你一定也知道，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你真的他真的做什么样的决定，一定会让关系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他决定要断联，或者说当你们俩之间真的断联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当下的反应会觉得蛮伤心跟不好受，但是不至于到让他觉得痛彻心扉。所以雅妍会觉得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可能要稍微想一下，究竟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说未来关系中的未来的方向的期许是不是一样？如果说真的不一样的话，他对于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常拿出来讨论？那两之间是不是真的都没有办法去互相放下，没有办法去互相退一步的事情，或者是说坚持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因为当你们这个状态，然后都是出现6，有出现两张6，那就表示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就是缺乏了那种和平相处，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其实缺乏了沟通，然后缺乏了对于说这件事情真心的理解，或者说真心的就是说真心的去做一个协调的动作。就是有时候你们可能愿意去妥协，愿意去协调，或者说愿意去退一步，只是表面上的。那通常如果表面上的话，你的态度没有变，对方其实感受出来，或者是说，当可能过一阵子，你又会再做出一样的事情，他其实也看得出来，他又会觉得，你为什么又是一样，或者说你为什么明明讲过了，那你又还是犯出一样的错误？这个部分，这件事情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对你们关系里面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呢，在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里面，其实这个问题点它总是存在着，然后就
就是会觉得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真的或许是因为真的太熟了，或者说可能真的是因为太熟悉彼此了，或者说是真的有一些现实中生活中的一个考量跟因素，所以让两之间真的非常的缺乏了所谓真心诚意的沟通跟真心诚意的改变，或者是说真心的为了这段关系里面两之间都愿意付出彼此。那其实看起来这个人他有的时候应该是蛮固执的，你们可能给他一些建议，他一点听不进去，或者说你们可能给他一些方式跟方法，他可能也不太愿意接受。那就算其实他真的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他真的蛮固执，但是很明显是你们本身也是有点不太愿意去退让，所以导致于说让两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会变成是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个进一步的局面，才会让关系现在才会走到了现在两之间已经断联这个情形。然后偏偏他又觉得你好像是活该吧的这样的想法，真的有点坏欸。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好了，因为其实这个人你要说他在意你吗？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有，对，只是他在你的程度可能就比较像是一种我们曾经很要好，那现在没有了，是觉得一种可惜，应该就是可惜啦，可惜的感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这边手抄，你看又是6欸，宝剑6有没有？好，我们刚刚前面的也抽到宝剑6，对不对？6，所以你看，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很缺乏了沟通。然后这边的宝剑6很特别，是中间有一个断带，然后让各3把宝剑各在一边。所以呢，对他来讲就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现在目前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两人之间现在比较没有互动，比较没有联系，比较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沟通的机会的话，其他会真的就会认为。两人之间或许只能靠这种方式来去让彼此各自的去静下心来，静下思考，然后让彼此呢重新去面对说这段关系里面所造成双方之间的这个伤害，所以他会认为关系里面最需要应该说现在目前唯一的方式就是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就是时间，第三个就是孤独、冷静、时间这样的方式，才有办法让关系回到最原始，或者说让两之间的情绪回到最原本。然后，因为刚刚我们前提到就是两之间缺乏真诚的沟通、真心的理解嘛，那刚好是符合到在宝剑牌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在我们第2趴的部分，就表示说，其实对方他会在意你们的想法。他会在意你们的态度，会在意你们的观点，在意你们的观念，但是呢，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真的很缺乏了真心的互动，真心的沟通，就算你再怎么为了这个人好，然后再怎么样是为了这个人而努力，可是就是会因为两个人都缺乏了互相理解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也觉得关系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法。所以对于说关系中的这个断联的情况的话，他并不会觉得有任何感受到可惜的地方，或者说不会觉得这段关系会感受到任何让他觉得比较不好的方式，所以他个人反而是蛮支持说关系现在目前这样的情形。然后你看我们这边的宝剑有没有，他的这个宝剑的光泽啊，或者是他的状态样子也不太一样，所以他有意识到说其实两之间的差异性是来自于说本身对说这件事情，或者说这段关系，或者说生活中的性质啊、本质、特质跟那种坚持的地方是真的很难以去改变。那两人之间的习惯化确实也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做调整，那也很多地方需要去做改变自己，才有可能让两人之间变得更好。对，不过他自己本身是也不排斥说两人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只是会希望两人之间都可以愿意去接纳彼此。然后有时候他又会觉得两人之间有时候又太像了。
有时候很像，那有时候又会差太多，所以他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是有点没办法适应啊，然后他还是觉得心里面有那种比较没办法过去的地方。好，然后再来我们出现的是圣杯国王。那圣杯国王的话，就表示本身这个人他在对说关系或者说两之间的情谊，他是有一种掌控，或者说有一种控制欲，或者是说会比较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步调走。就是他这人本身在看待于两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一直来都是会认为，如果说真的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下去，或者说关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或者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要以什么样的局面去经营的话，他希望可以按照他的步调，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所认为最好的方法。如果说你想要去掌控着这段关系，那就表示说我们俩之间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的合。那如果说我不够爱你，我不够喜欢你，那我一定会想要更加的去认为我们之间不适合，因为他会认为，如果说你够爱我，你够喜欢我，你应该会愿意为了我而改变，你应该会听我的，你应该会想要按照我的方式做。所以呢，表示这个人他心里面就是有点变态哈，就是有点有点说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角度。不过你看到这边的圣杯国王，它是一个月亮的脸跟头，所以表示其实他本身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这段关系，他就是已经抱持着一种比较负面的想法，或者是说本来就是已经抱持着有一种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他本来就已经有自己的个人的态度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很明显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以他的角度来说，就是会希望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去经营，然后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自己努力的方式去让他能够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感受到质疑的地方是能够去抹杀掉，你能够让他去相信你，而不是让他去想办法，应该说他希望是你能够努力让他能够去相信你，而不是他来努力让你来相信他。他会希望两之间那个身份你要去确定一下，你要能够搞清楚这样子。他这个人就是会有点自我主义的意识很强，然后在跟你相处，或者说在跟你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希望说两人之间是不要把未来想得太美好，不要太过于安逸于现况，必须要能够懂得未雨绸缪，或者说比较能够为了这段关系里面未来可能会所发生，或者说一些的问题，能够去理解到双方之间确实因为这个很大差异，必须要有去改变，或者说必须要有所去突破，或者说也必须要让两人之间为了这一段关系去认知到说，其实两个人在对说这一段关系里面确实是有一些的地方是真的不适合。那如果说这个不适合没有去解决的话，那势必关系会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有可能这个人他在曾经就已经有跟你们提过，或者说有跟你们预知过，有告诉过你们关系总有一天会结束，可是他不希望结束，他希望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做这方面的努力。那当两之间的努力跟两之间所想要去面对到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可能两之间对说关系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然后这种抽到的是宝剑七。那宝剑七在这边就表示说，其实以他的角度来说，两人之间在目前断联这个关系的话，一定是有必须都应该说两间都没有把话给讲清楚了，然后就是有各自的维持在自己的现况，或者是说把自己心里面所认为最好的应该说自己会以自己的角度，或者说以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是最有利的事情而去执行而去做，并不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变得更好，然后把自己觉得心里面真正最脆弱的事情，真正的事情给讲出来。所以有可能这个人他在跟你分开的时候，或者说跟你过往相处的过程里面，
他有应该说他有跟你讲他觉得怎么样做最好，或者说他想要怎么做，或者说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会更好，但是他并没有实际让你知道说他心里面觉得最让他难以启齿的事情，他是应该说最难以启齿的事情，他是把它放在心里面最深处，他并没有说出来，他都跟你们讲是比较偏向于表面的，或者是说跟你们讲的是比较是能够以他自己比较有利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个解释，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对方他是想念你们的，但是他是不断的去欺骗他自己说，这段关系现在走到这个地步，是两之间都必须要去共同承担，两之间都必须要去面对，两人之间都必须要去能够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对于说已经失去了这段关系，他不应该再去去感受，或者说不应该再去想到。或者说他不应该再去坚持自己是不是要再去重新的跟你们讲说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所以现在他有点算是说想办法让他自己不要去在意着你们，或者说想办法让他自己能够去放下对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所以表示其实这个人他是在意你们的。我们刚刚杨彤讲到说他都很在意你们，但是他会不断告诉他自己说，让我自己不要再那么去坚持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或者是说让我自己不要再去那么的想到与你们之间的我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让他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所以他很努力的让他自己活在当下，很努力的让他自己去过好自己现在的生活，很努力的让他不要再去那么的在意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就是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的话，很明显就是其实对方他是在意的，是想要你们陪在他身边的，但是或许两之间在对说未来或者说关系中的期待是不太一样的，才会让他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是这么的没有想要去做这么多，才会一直都让关系呈现在一个比较断联的，或者说比较没有联络这个情况。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呢，在这边就意味着很有可能这个人的想法的话，第一个是对方他可能有想过说真的要找你们，这个是想。然后第二就是对方可能也真的准备要找你们了，就是他可能这样去做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想要过好他自己的生活，想要去往他自己人生觉得最好的那个方向走，或者想要去往他想要的那个人生的方式去过生活，然后想要彻底的离开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所认为自己比较没办法接受的地方，他想去放下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习惯。好，因为在这边的权杖骑士他是比较没有行动出现，他就是一个老鹰吧，对，他就是一个远远的看着而已，他就是没有想要做任何的行为，所以有人会比较倾向于说这个人第一个就是他或许啦真的有考虑要去找你们，但他还在找一个最好的时机点。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他可能想要过他自己的生活，但他还在犹豫，他准备要去做这个行动了，只要等到他真的决定了，那么他就会真的去那么做，比较没有偏向说他想去做要马上行动这件事情，因为他跟一般的韦特的权杖骑士有点不太一样。韦特的权杖骑士呢，他有想要去做这个行为了，因为他的马已经有奔腾的样子了，但是在这边他没有，他就是在那边看着。对，可是当然如果说他真的决定的时候，他速度就很快咯，他就快到让你看不见，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可能有点狠心。那但如果说回来找你们，就觉得这个人他好像在乎着自己，可是如果说当他决定要去放弃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个人蛮狠的，他就是怎么样都叫不回来了，就是你不管怎么努力，不管怎么做，他就会想要过他自己好的一个生活。好，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审判齁。好，那审判的话呢，就表示就刚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决定好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是能够取决于能够去影响他，所以你看这两个都是有翅膀的，对不对？虽然我们这边的权杖骑士呢，它没有出现翅膀，但它代表的是鸟。然后在这边右边的审判呢，又出现是有翅膀的人，所以表示说，当他真的决定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撼动他在对说关系之中的他的决定。可是有人会认为，看起来这个人比较偏向于说是可能很高的几率是会再问你们一次，再跟你们确定一下关系要怎么走，或者说关系的相处要怎么样。那当他问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说他再回来表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希望你的答案跟他答案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俩之间答案是不一样的话，那他就以他自己的答案为主。这个讲法可能会有点模棱两可，比较没有答案哈。就是想表示说，因为这边是大众占卜嘛，所以顶多就是有很高几率是，其实对方或许真的没有想跟你们有个未来，只想跟你们当朋友，但是你们可能很想跟他有个未来，想跟他当朋友。那这样的话就表示两之间是没有共识的，就表示说两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可以往下走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所以呢，这个人当他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你就拦不住他，他会带着所有的一切离开，那不属于他的一切就会还给你。就是这个人当他决定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拦住得到他，没有任何人能够去把这段关系绑在他身边，他能够不要拥有一切，就只是为了离开你，就是蛮狠心的。但如果说你愿意配合他，愿意依照他的方式走的话，或者说依照他的方向去前进的话，那么他就会让你感受到他是很在乎你的这件事情，那他就会保留你们所拥有的，你们所有的一切。然后在我们最后一张所抽到的是宝剑8，那宝剑8就意味其实这个人他的想法上面是真的相当的固执，然后他也仅仅是想以他自己个人为主，想要以他自己所想要的方式去过你们的生活，他比较不会想要去顾及到你们的感受，就是说在你们俩之间的生活，或者说在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他还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方式。所以呢，这个人他在自己的想法上面，他这个人或许是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然后也不太愿意去改变他自己的想法，或许是因为他过往的人生经历之中告诉他自己的方法才是对的，或者说自己的决定、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认知，或者是自己的判断的事情，那才是最正确的，比较不会去考量到太多你的认知、你的想法，或者是比较不会去参考到别人，除非那个人对自己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不愿意去失去那一切，或者说他不愿意呢让就是说那个人对他来说自己真的非常重要，那他才会想要去为那个人而去做改变。要不然其实现在看起来啦，如果说要问说这个人所对待于你的感觉，或者是说所对待于你的关系之间的认知的话，会真的比较倾向于说他跟你对你们的比较像是朋友，或者是说真的就比较没有把你们看得那么的重要，会比较是把你们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愿意回到他身边，然后按照他的方式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愿意接受他的在关系中的提议的话，比如说是钱，或者说你们要在一起吗？还是说你们要什么样的相处模式？那么他可能就会考虑了。就是这个人他比较不会因为了你而去做任何的退步跟退让，他会比较倾向于说会希望以他自己为主，会希望没有人能够去控制得了他，不要去控制他就对了。对，所以这个人他真的会是以他自己为主。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给会员的讯息，就来看看说这一个人他现在心里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应该说他对于你，应该说他在未来的3个月内他到底会不会回来，我们就看说未来3个月内他到底会不会回来，就是以给会员讯息。因为其实以牌面上看，其实这个人他有点想要动，但是他又想到说关系里面的一些的问题的障碍，所以让他应该障碍他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他要不要去行动这件事情他蛮犹豫的。对，我们再看一下未来3个月内他到底会不会回来找你们。
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给予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完整版的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呢，一个最洋会觉得说大方向意思就是你们其实还在等待着这段关系对方的到来，或者说对方的回归，或者是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们还是很期待对方是能够有回来的一天，所以你们还是在默默的等待着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改变的机会。好，那其实在对于你们来说，这段关系是否会有这个再次回到你们身边的这个机会的话，其实也逐渐对你们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去必须要每天去关注的事情，但是心里面还是依然着期待着对方是能够早日回归，或者说就是能够赶快回到你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现在你们呢是很努力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很努力把你们自己给照顾好，很努力的让你们不要再那么多的情绪、思绪、那么多的时间去占据了关于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会尽可能把时间、你们的思绪放在你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上。但是虽然你放在个人生活上，你们还是依然呢对说这段关系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想法。那这段关系中的话，或许你们真的已经认识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或者说你们真的是从以前到现在是真的好不容易过了这么久，觉得说好像可以日久生情，或者说温水煮青蛙，或者是在这段关系之中的漫长的时间看起来，你们觉得总是一直陪在对方身边，你们不断去做改变，不断去做努力，终究会有好日子到来，或者说终究会有得到对方对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很对你们好啊，或者是说能够愿意去支持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因为这些的回忆的种种，或者说这些对方可能曾经真的对你也非常好的这些记忆，所以决定让你们想要继续坚持在这一段关系，就是不太愿意去走开，或者说你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去放下自己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认为是有机会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你们会除了期待对方回来之外，你们真的也很重视你们目前的生活的品质，目前生活的状况，还有你们自己本身的事业，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所希望能够拥有的这些的一切，或者是在对说你们自己或许啦，这组的你们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把自己给照顾好了，或者是说能够有稳定的工作了，或者说你们有钱了，那对方一定会回来找你们，或者说对方反而会回来求你们的这些等等的想法，就是这种你们其实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依然还是抱持有一定程度上的执着跟期待。那当然洋洋还是会认为说，或许这组的你们可能跟对方断联没有很久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权杖四。你们真的有断联吗？好吧，那权杖四的话呢，可能会分几种解释。第一种就是最普遍讲说，就有可能你会觉得，对方真的身边是有其他的对象，那你会觉得，其中关系或许啦，你没有什么机会是能够去扭转局面，或者是说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得到对方的青睐。本身这段关系里面呢，你们就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所以就没办法得到对方任何的好处。对，那如果说你们真的不是第三者，就是单纯只是真的跟对方刚分手不久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们自己本身在这段关系的状态来看的话呢，你们算是也觉得可能对方像身边其他的对象，那你们就只能默默的等待着你们有天能够趁虚而入，或者说你们有天是能够把握住得到对方，等到他真的变成单身的时候。
然后第二种解释是说，有可能你们对说这段关系，你们会有一点点想要当小三的想法，但是又会因为看到说，他跟对方其实蛮幸福的，那你其实也于心不忍，不想去拆散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也不想要成为这段关系里面的一个瘟神，一个瘟疫，所以呢，你想要去祝福他，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期待着，如果说跟他相处的那一刻的是我自己，不知道有多好，就是你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说对说这方面的一个期待。好，那第三种解就表示说，你们可能目前现在生活圈真的非常的接近，或者说你们其实生活圈也几乎重叠了，所以本身你们要能够去见得到对方的这个行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事情的结果，能够见到对方的话，其实也不是到太难，只是你们会希望说能够由对方来主动跟你们讲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可能才会来做这一次的占卜。好，下一种解释的话，就很有可能你们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会期待着就是那一个人是自己，就是说跟他非常要好，或者说跟他是有人生未来蓝图，或者说人生未来那个方向是自己，那你们就会想很努力的把自己变成是他所最喜欢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说会不自觉的想要把自己过得越来越好。那这样当把自己过得越来越好之后，才有办法有这个筹码，可以吸引到对方注意力，或者说让对方愿意会对自己负责任，或者说会让对方对自己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看起来就是这组的你们本身会希望说是可以跟对方走长远的关系，不想跟对方是走短暂的一夜情，或者说短暂的肉体的关系。那但洋洋是不太确定说到底这个人他有没有怎么样。对，那只能说就是目前的他来看的话，以你们心态来说，因为你们现在断联嘛，所以这张图里面，这张塔罗牌里面抱着的那个人，一定也不会是你，也不会是他，所以表示说你们心里面还是会认为，期待着这段关系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发展跟走向，但只是以现在目前状况来说的话是没有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那现在我抽到的是愚者。那我们前面想了这么多，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做了那么多努力，或者说做了那么多的付出，那现在你们的想法就反而比较是抱持着一种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或者是让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依然是抱持着你们本来应该要有的期待，或者是说你们还是依然为了这段关系继续去努力，过好你们自己现在本身的生活，或者是你们在对于这个人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会比较认为是说，只要是愿意等待，或者说只要那天到来的话，那么我就是那个最大的赢家。所以现在你们的话比较也是倾向于说会有一点保护你们自己，因为你们是在等待着这段关系里面最后一个最好的结果，或者是说能够去等待到对方他愿意为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会有一个回转的余地，或者是说是能够再次的重回到你们的身边。所以现在你就是把自己生活给顾好，就是以你自己的想法，你会觉得把自己生活给顾好，然后该保养的保养，或者说该做的做一做，或者说不该做的话，或者是有任何让你觉得比较危险的事情，那你就会尽可能去避免、去避开。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依然还是保持着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期待，一定程度上的友好的想法。不过看起来这人就是准备要踏入在那种顶楼吗？对，他看起来像站在顶楼后面站着一只，不知道是应该是鸭子吧，不会是鹅吧？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你也知道说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去走下一步的话，肯定会受伤，或者说肯定会得到对你们来讲并不是那么好的结果。但是你们还是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再跟对方有互动，或者是说再努力看看，或者说再试试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的机会，你会好好的去把握。所以看其实似乎想要在座的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之中的话，
你们就是只能就是对你们来说，就是觉得默默的等待，慢慢等待，终究会有奇迹的一天发生，或者说对方终于会回到你们自己的身边。那当对方再次回来的时候，或许这段关系就会有一个转机，或者说会有一个重新开始可能的这个机会。所以就看选到这对你们是不是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也有这方面的执着，或者是说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对，好，那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讯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是说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在对方呢是如何想着你们断联的这一段的关系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皇后。好，那权杖皇后的话，就意味着说，在对于你们俩之间已经断联的这一段的关系，其实对方呢，他似乎也是觉得你现在生活应该过得蛮好的，也是蛮不错的，然后也会认为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以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可能对于彼此双方虽然会觉得分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去改变的现况，但是或许也会因为分开了，那反而才能够变得是比以前的自己来说，现在是更好的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会认为其实在对于分开或者是说断联的这样的情况的话，他本身是抱持着一种祝福的心态，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么执着在于两人之间是已经分开的这个当下，或者是这件事情上。那当然，如果说是有机会能够恢复联络，或是有机会是能够恢复联系的话，其实对于他本身来说，还是会愿意能够去接受，或者是会愿意跟你有所互动。可是他自己本身呢，洋洋会认为，其实他心里面会想要恢复联络这件事情，但是在对于说要不要主动这个的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我们先把它列为在大概40%左右的几率，其实算是还蛮高的，因为他本身在对于说想跟你有互动，或者说跟你们有再次恢复联络的这个想法的主因是在于，他是很看重两个人双方之间过往的情谊，可是在对于说要去找你们，或者说跟你们有所互动的这个想法的话，比较没有偏向于说是想要有更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想法，跟这样的一个预设的立场，就单纯只是想跟你联系感情，跟你联系关系。那当然，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喝醉了，或者说他有一天可能真的有点喝懵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会他也可能会主动打电话跟你，或者说主动跟你联络，然后可能就会跟你讲一些他的一些心里话，或者是他很想你之类的。可是，一旦他真的人又清醒了之后，他反而又会觉得，其实我可能当初讲有点太重了，我单纯只想要跟你恢复联络，但没有想到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或者说也没有想到要关系往一个什么样特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发音怎么了？越来越奇怪。好，那反正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他是在意着两人之间关系的情谊。其实原本刚开始两人之间没有联络跟断联的时候，他会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两人之间后续会变得这么的没有办法互动，或者说两人之间为什么关系会变得这么的冷漠，因为这些的冷漠或者说关系这样的一个状态并不会是他所想要的，因为在他心里面依然是很在意着这段关系里面曾经所带给他的任何种种的回忆，或者是说带给他任何让他觉得是相当好的这些情绪，你们过往的回忆当中，总是会让他感受到有一股快乐、温暖，或者是有一种安全感，或者是安定的感觉。所以呢，以他角度来说，会还蛮喜欢跟你们是有一个互动的机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我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侍者。
那宝剑侍者的话，如果说我们搭配这边的权杖皇后呢，洋洋会把它解释列为在于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已经断联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对方确实是有不断的一直去思考，不断的一直去想，为什么关系会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或者说为什么会走到现在关系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对于说关系这样的状态的话，他不断去反思，或者说不断的去省思，或者说不断去想说他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那才是对的。所以反而在你们两个断联之后，其实对方总是会去想起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所带给予他任何的启发、任何的启示，还有这段关系所让他学习到，他也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任何的事情。那当然，在对于说关系之中，他究竟后面回来以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一趴，所以还没办法看到。我们到后面再看看说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不过呢，因为我们这边很特别，是他的宝剑是在往下的，所以也意味着呢，本身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之间关系中的断联呢，或者说相处的这个想法思想上面，他比较会去放下他自己个人的己见，或者说会比较放下自己个人本身的坚持，或者说会放下自己本身在对说关系里面他所认定、所认知的事情，他会尽可能的让自己是站在一个第三者，或者是说中立的角度。或者是说在对于关系里面，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他自己的人生未来的人缘，或者说跟人际关系相处的地方。而且这边你看他站在一个水池中间的一个石头上，所以呢，表示其这个人他非常的重视本身在对于人际关系之中，或者说自己的人生当中每一份的情感，每一份的关系，每一份的缘分，都是上帝、上苍或者是宇宙所赐予给他的一个人生中很重要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旅客。那如果说我们就刚刚有提到，就是以把每一段缘分都视为一个旅客的话，他其实都很珍惜每一个人。那只是他会认为说，那自己的状况如果说真的是没办法去做调整的话，那自己的态度或者说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自己之后未来在对说身边的人的话，他应该可以怎么做来去改变一下他自己？因为有可能他自己本身的生活的方式，或者说自己生活中的步调，或者是自己生活的情况是属比较安逸的，或者说比较没有变动性的，或者是比较难以有改变的机会。所以每一段缘分，每一个机会，每一个会让他舍不得的，应该说每一个让他觉得相处好的人的话，他都希望可以把握好，他也都希望，如果说真的有一天结束的话，是希望可以停损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两件都是相互的顺利，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怨恨，没有任何的仇恨，也没有任何的争执而结束。他不希望说有任何的争吵，他希望说这两件是可以和平的结束这一切。所以不知道说你们这段关系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看起来他的心里面蛮在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10。好，那这边的话，权杖10呢，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非常的在意着你们呢，就是洋洋会认为，或许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本身，以他的角度来说，可能真的还蛮在意着你们双方之间过往的情谊，又或者说你们曾经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他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是独特的，然后也是会让他想要再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会想要让他希望呢可以把握住好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一段得来不易的关系跟缘分。那在对说失去你或者说失去一段关系来看的话，他心里面其实是蛮痛苦，然后也觉得很不好受，也会觉得好像仿佛失去了另外一个自己的感觉。那或许你们俩之间不知道是不是双生火焰，还是灵魂伴侣的关系。
所以在以他角度来说，就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会希望这段关系是能够，两人之间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再次的恢复联络的这个想法，因为他看起来其实就是真的很常会去想起你们曾经的过往，那他其实在对说自己曾经所为你做出那种错误的事情，或者说不好的事情，他感觉到非常的抱歉，然后他也觉得非常的难受，他也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其实心里面好像就是有一种空洞的感觉。那唯一就是在你们俩之间没有联系，或者说断联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反而有点意识到说，他好像真正渐渐去了解到他自己，或者说渐渐的明白到说，原来我也有这一面，原来我是这么的在乎你，或者说原来我是这么的希望说，我们这段关系是不要那么轻易的结束，是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是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呢，他很珍惜你们俩之间虽然已经断联的这个状态之下，所遗留下来的任何的人事物，包含东西，或者说包含这段记忆、这段的回忆，或者说所相处过的朋友，他可能还是跟他们做联络，或者还是有跟他们继续互相的往来，就是因为呢，他很珍惜现在他自己曾经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所拥有的一切。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有没有想要对你们说的话，这算是给第三组你们额外的加码。可能因为前面两组真的太伤心了，洋洋会觉得这一组好不容易你们真的比较好，一样来给予你们比较特别的讯息的，洋洋来拿一下字卡。好，洋洋这边的话已经拿到了字卡，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不用给大家选了，就是直接让大家看看说对方想要跟你们讲的3句话到底有什么，好不好？好，那第一张是飞出来的，我后悔了，哇哦！所以看起来其实对方好像有点后悔跟你们俩之间，就是刚前面提到的，一定是因为这段关系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觉得他自己有做错，或者是说他在对说你们关系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他也是会觉得心里面很不好受，然后会对说这段关系他蛮希望是或许啦，他觉得希望可以重回到原本是有联络的那一段的时光。然后这边抽到第2张是不想放手，所以其实这人他真的刚前面提到，他真的一直总是会去想起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会算是说蛮希望可以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重回的机会，或者是说能够有再一次相处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在对于你们俩之间，他忏悔，对，看起来是有忏悔的想法，所以他才会可能那么珍惜你们俩之间那种连结，对，得来不易的连结，他不会那么轻易的想要去放手。好，我会一直等你，哈，我会一直等你的话，对，就是看起来其实对方他真的很想念着你们，那很想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哦，好。洋洋也不是很想泼大家的冷水啦，反正就是我会一直等你的话，这件事情呢本身就有代表很多种含义，不一定是只有感情。那我们就给会员的讯息，就是说，那对方他对于你目前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对，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好不好？我们就是给会员的讯息，对方对于你的感觉。好，洋洋把它记录下来了哈，洋洋怕等下自己会忘记。好，那就是表示说，其实对方在等你。那因为等你的话，有可能也是指说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又或者是说很向往像你这么像家人的人，或者说很向往像你这么多年要好的闺蜜啊、哥们也有，或者说你是他的老师，或是他的学生，他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是快乐的，是愉快的。这都有很多种的状态，所以我们想来看一下说到底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好，我们去往下看，到底他在对说我们这段关系他在想什么，就是我们原本今天这个主题，因为这样子就有点偏离原本的主题了，所以这算是给第3组你们的加码。好，有那排掉了。好，那我们来为大家抽一下第2趴的部分。第2部分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高塔。那高塔的话，你看原本这个高塔是如此的坚固，然后原本是那么的不会那么轻易的被摧毁、被毁灭。那明明呢，这个高塔是没有闪电嘛，因为我们原本的韦特牌可能是有闪电，或者说别的牌种是有特别的意思。可是这边你看是在一个河流之中，然后后面有个城墙。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是以情感，因为河流通常代表情感，或者两之间的沟通，或者两之间的思想的想法，所以呢，就意味说，其实两个之间会演变成像今天这样子断联的这个局面，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认为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情，或者说他会认为这件事情对于他的心里面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还有非常大的冲击，所以他原本也是真的没有想过说这段关系最后会走向在一个断联，或者是说没有联络的这个局面。那当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回顾到说，究竟是因为两之间的共识不一样吗？还是说两之间在对说未来的规划是不同吗？还是说两之间在对说关系中的期待是不一样吗？还是说两人之间曾经有互相彼此都说出了气话，说出了并不是自己真正心里面想的，但是为了面子而说出来了，或者说自己而去做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这段关系造成是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局面。那或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才会导致于说让这段关系现在会走向这个结局，然后才会倾斜，然后才会就是也会因为受到现实生活中的考验而影响了自己的心情跟判断。所以看算说这段关系其实会走到像现在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局面的话，通常也可以意味代表着说，或许这段关系里面也是注定会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这张牌蛮简单的，它就是塔、水、城墙、天空。那也可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无论过了多久，那对方其实他终究会去想起着你们，想起这段关系的好，跟想起这段关系的不好。那他也会去对说这段关系的不好，会特别感觉到悲伤、难过跟不愉快，还有非常的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骑士。好，那宝剑骑士呢，对于洋洋看到这张牌的话，洋会认为说，其实当这个人他想起这段关系曾经不好感受的时候，第一个是他的想法一定是负面的，然后第二就是他一定有很多的怨言，第三个就是当他有这些怨言完之后，他又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然后第四个就是他会又开始为你说话。那第5个，他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自己有很多做错的地方，其实他自己有很多需要去改变，或者是说自己有很多需要去忏悔的地方，所以他的心情总是会在一种喜三温暖，或者说总是在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或者是说在于一个自己必须要去承担自己所做出错误的事情，自己所做出不对的事情，或者是说自己所面对到不应该去发生这样的行为所衍生出来这个结果，他也觉得自己必须要去承担。所以其实当他想起你们这段关系任何特别是破碎的地方、不好的地方的时候，他的心情其实是复杂的，他的心情其实是难受的，然后他也觉得其实以他自己的角度来说，确实做出了很多不应该做出，或者说不应该去往这方面去想，
所以他有时候其实心里面，应该说他现在啦，可能是有点跨不过去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一关，或者是说也会觉得可能自己比较没有那个脸面，自己没有那个资格可以站在你的眼前，站在你的面前去跟你讲，或者说去跟你谈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无论再怎么去在乎着你们，他也会认为其实他自己也必须要去承担这一切，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有点太过于负面了，自己的情绪有点太多，所以也不太敢直接面对你们，或者说也不太敢直接让你们知道他到底心里面真正是怎么想的。所以他本身在对说要去找你们这件事情的话，他是相当的却步，因为他也会担心说你们会不会不愿意接受他，或者说你们会不会反而会对他指责，或者说你们可能会不会讨厌他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心里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挣扎，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也真的很想念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很想念你这个人。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哈。好，下一个部分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6。好，那钱币6呢，就意味着呢，表示在这段关系里面，之前你们所为他所做的一切，或者说你们曾经所带给他的任何的感受、任何的事情，其实他都有记在心里面。那他也都有学习起来，去对他人好，或者是说去一样分享给他人，或者是传承你的经验、你的想法，去学习他自己的人生应该要往什么样的方向走。所以表示其他现在呢，他的心理状态对于你们是后悔的，是有忏悔的心情，或者说想要对你们更好。可是因为两之间现在是属于断联的状态，所以呢，他也只能将这一份忏悔、后悔的心情转换成去对待他人好，去跟那些人需要更多的互动，或者是说对他人好，他才会觉得心里面的感受不会有那么多的罪恶感。所以表示说他有点像是说把他的状态是有一个转移的情况，或者是说把他自己给照顾好，把他自己的情绪状态给处理好，他才能够用一种比较自然的心态去面对，或者说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已经没有联络，或者说比较没有互动的这一段的关系。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呢，他算是有一种情绪上的转换。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第3个部分。第3个部分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8。那宝剑8呢，看起来两个人之间的连结是有蛮深的。好，那这边的宝剑8呢，意味着说，其实在对于两人之间的情绪，应该说想法，或者说有些事情的看法上面，其实是相同的，是雷同的，也是他愿意去接受的，或者是也是他认同你、认可你的。但是在对于说目前的关系走到现在这样子两之间分开的这个局面，他自己本身是有点不太敢去找你们，或者是说不太敢去表示，或者说表达他本身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他所认为应该是要怎么去做，或者是说两之间的这个关系上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蛮常会去想起你们。但是他也会变成是因为太过于常去想起你们，或者说又会认为自己或许自己是有做错，所以才会让关系目前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反而让他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你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脸面来去挽回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对于说双方之间，他应该也是会认为说你应该蛮想他的，或者说你应该是蛮在意他，可是他又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脸面去找你，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用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于你们，所以他的思想都是打结的，会比较倾向说两之间先各自过各自的生活，等到他的思绪理清楚了，或者说等到他真的决定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主动的去找你们，或者说就会想要主动的
去重回经营到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所以似乎看起来，其实这个人目前现在他的身心灵状况的话，会比较像是一种逃避。对，有人会以逃避的方式来去形容这个人，他现在目前心里面比较没有担当的这个想法，但他心里是很想念你们的，没有错，这是明确的。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骑士。好，那这边的圣杯骑士的话，就表示其实会因为在两个人分开的这段期间，反而让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会慢慢的加深他对于你的感情，对于你的好感，对于你的思念，或者说对于想要跟你有更进一步接触，或者说想跟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有更多不同发展的想法。但是因为对他来说，本身这段关系他的担忧依然是存在着，或者说本身他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他想要有更多互动的这个想法的话，你看这边有应该是说他的月亮被很多数字给遮住，所以就表示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的情谊当中的话，他的担忧是存在，然后他在对的时候想要去主动联系你们的这个想法他是有的，然后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的。可是在对于说这个担忧的部分的话，或许是因为受到现实生活中的考量的因素，或者是说两之间确实有一些没办法去跨越的问题跟考验，所以让他也觉得不得不先应该说先放弃，或者说先不要想那么多，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可能比较有隐忧的那个地方，他只能先去注视，或者是说先去关注在于他自己现在的心情的状况，然后他应该要去如何调试他自己本身在对于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的他的想法跟他的感觉跟感受。其实只要当他愿意主动的时候，或者说当他愿意去告诉你们他心里面真正想法的时候，其实关系他会觉得应该推动还蛮快，但是就因为卡在说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你们表态，然后他也只能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先去维持好现在的关系的状态，所以他现在算是透过断联的过程里面，或者说断联这个状态去重新认识自己，然后重新去意识到他自己本身在关系里面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们最后面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宝剑王牌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会想要理出一个新的头绪，或者说新的思考的方式，或者是说想要重新的去面对于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之中的一个生活的相处的态度。那他自己本身还是会蛮希望说关系是能够重新回到彼此的身边，然后是能够再次有联络有联系。可是当两之间再次重新联络联系的时候，他希望可以依照他觉得是那个对的方向，那个对的方式去发展，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接受他的个人的意见，或是接受他个人所对于你提出的一些的想法。所以他有时候还是会认为会稍微有点坚持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再听听看你的意见。那他自己本身还是会抱持着一种他蛮害怕受到伤害，或者说蛮害怕会没办法被你给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预设的立场。可是他自己本身还是抱持着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很高的期待，或者说会有很高应该说对于说这段关系他依然是有很多的个人的情感存在着，会蛮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是能够顺利的再次的有所联络联系。雅人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当他再次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会给予你们一些他新的想法，或者说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他有一些他自己个人所希望的相处的方式，一定会跟你们分享。然后他其实最近都有在观察着你们，
都只有透过别的方式去多了解到你们目前生活中的情形，那只就等待他愿意去主动付出或者主动行动的这个部分。好，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可能再给对方一点的时间啦，或许对方就会给予你们还不错的回应跟回来用不一样的态度回来找你们。好，那这句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项目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项目的朋友，可以在洋洋做联络。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的话，请记得可以去看会员的完整版我们来看一下对方现在目前对你的感觉会是如何哦。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